你賭什麼氣？你現在已經配不上我了，這是事實。強行在一起不會有好結果的，就這樣離婚，然後拿錢離開，就是你最好的結局。上一世，我就是相信秦岩還對我有感情，才会堅決不同意離婚。但現在再一看，只覺得假惺惺，令人作嘔。你說配不上，那就配不上吧。但是秦岩，你的錢我嫌晦气，我一分也不会要。而且，我会让你看到我的結局的。身上就200塊錢，不行，好歹得用金手指把生活費給挣来吧。刮刮樂、古玩、赌石，我这金手指不是正好专业对口吗？中等干白这些料子都一般啊， 3000元，还动輒卖几千上万，我这200塊錢一塊都買不起。高檔芙蓉粽價值2000元。這石料多少錢？先生，這是被人開過的廢料，你就說多少錢吧。您真的要的話，200塊錢拿走吧。還真讓我撿到漏了。有人開石頭啊？這傻小子，第一次來吧？哼，200塊還是別人開過的廢料，能開出什麼好東西來？這個人怎麼這麼眼熟？好像在哪兒見過。這小子剛才挑石料的時候都沒上過手，呵呵，他以為自己有透視眼啊！我靠，200塊的廢料還真出綠了！這是芙蓉種啊！這麼一塊料子至少2萬吧？200塊怎麼都是大賺特賺了？各位，2萬，這塊芙蓉種的料子誰要？我要了。這不是許氏珠寶的許總嗎？到賬2萬元。太好了，這下生活費有着落了。不過現在既然有了2萬的本金，不如再開一塊。要是這店裡還有好料子的話，也不是不行。帥哥，我長得很醜嗎？你寧願只看石頭，也不看我一眼。不醜，不過美貌在吃飯面前一文不值啊。對了，您叫許夢。我還準備再開一塊料子，你有興趣收嗎？你不會真以為自己有透視眼吧？你就有信心一定能開到好的料子？可惜我還真有透視眼，只要我開，就一定會出。還以為真有什麼過人之處，結果又是被賭石沖昏頭腦的賭徒。你要是真能開出來，我就收。我來看看，這回選哪一塊呢？這些都不太行啊，不行，再換一個店。你們秦氏想要進軍珠寶玉石行業，這賭石可……楊明，他怎麼在這兒？秦岩，你這個前夫難道還精通玉石珠寶嗎？怎麼可能？他從來沒接觸過這些。媽的，離婚了也不願意跟我上床。秦岩不會還對這個赘婿舊情未了吧？楊明，我給你錢你不要，就是來這兒賭石嗎？你瘋了！杨明，這賭石可不是個人就能幹的。雖然你現在不能吃軟飯了，但你要真缺錢，可以找我借。你看，這明顯是個菜鳥啊！石頭連手都不上，光靠眼睛能挑到什麼好東西？楊明，你聽到了沒？賭石不是你這種人玩得轉的。我給你拿點錢，你趕緊走吧，再待下去小心血本無歸。秦小姐，我們已經離婚了，你現在跟我沒有任何關係，我做什麼事情還輪不到你來說三道四。你真是好言難勸該死的狗。小妍，你別看他了，我倒要看看他今天能挑個什麼料子出来。我就說他怎麼這麼眼熟，原来他就是秦家的那個赘婿啊！秦岩這個賤人一直跟我不對付，看來今天有好戏看。檢測到極品無色玻璃種翡翠，價值700萬元。這塊多少錢？先生，
这塊料子是開出過極品無色玻璃種翡翠的邊角料，標價是10萬元。楊明，你是不是傻呀？人家開過的邊角料你也要，就算裡面還有玻璃種的邊角，又能值幾個錢？10萬，連本都回不了。是啊，楊明，不如讓周澤幫你挑一塊石料，也好過你自己隨便亂選。喏，看在秦岩的面子上，我幫你指點指點。看到那塊了嗎？那個石料一看就是能出貨的。抵當乾白種翡翠，價值7000元。笑什麼？哼，你一個吃軟飯的廢物，難道還能比我更懂玉石？一會兒血本無歸，可別哭出聲。楊明，你就這麼死要面子嗎？我和周少都是真心幫你的。這周澤說到底還是個廢物花花公子，自己就是做玉石珠寶的，眼光卻這麼差。秦小姐，周先生，我再說一次，我跟你沒有任何關係。可以的話，請不要影響我選石料。兄弟，我手頭只有2萬，能不能便宜點？楊明，搞半天你連本錢都不夠，原石交易哪有講價的？要不要我借你點？楊明，你難道還真想着靠賭石一夜暴富嗎？以前我看你還算踏實，沒想到竟然這麼沒腦子。不好意思，先生，我們店裡不講價，這是老闆定的規矩。各位，誰願意借我10萬？這塊料子賺了錢，我按比例給你分成。楊明，你以為自己是誰啊？你要真是圈內的大家，可能還真有人幫你。你一個剛被秦家趕出門的廢物赘婿，誰會信你？楊明，你……原來這就是秦家那個赘婿啊！聽說是在家裡好吃懶做、不學無術，才被秦家掃地出門的。還是個眼高手低的蠢貨。唉，賭石這一行還是太缺資金了，看來還得去其他地方撿撿漏。該去哪兒呢？古玩還是……誰說沒人信了？這錢我借了。喏，錢轉過去了。許小姐，你放心，這塊料子一定能出貨，到時候我優先打折賣你。不用，幾萬塊錢我許夢還沒放在心上，不像有些人自己老公身上連幾萬塊錢都不給。秦家不會是要破產了吧？不是許氏珠寶的許夢，她可是秦岩的死對頭，怎麼今天也在這兒？許夢，這是我跟他的事情，哪輪得到你一個外人來插嘴？哎，秦岩，你可別瞎說，我跟你已經沒關係了，在我這兒你才是外人。楊明，你不會吧？秦岩，連自己男人都看不住，秦家的家業你守得住嗎？楊明，你怎麼會認識他的？我們才剛離婚，你就……都離婚了，人家認識誰還要跟你打報告嗎？許夢，你還要臉嗎？楊明是我的人，以前可能是吧，現在你們已經離婚了，以後誰的人可不一定了。許夢，你到底什麼意思？能有什麼意思呢？你秦氏不講規矩，搶我的生意，那就搶你的男人。帥哥，你不介意被我搶回家去吧？楊明，你给我过來！秦岩，我已經說膩了，這一次我希望你能聽明白，我和你已經沒有任何關係了，我的事情你沒資格管。明明是我提出的離婚，可為什麼看到他和別的女人親密，我還是會不舒服？對，就是這樣。楊明，你越是氣我就能越快得手。不過許家的這個許夢身材也很辣。放心吧，秦岩，他那塊石料注定開不出什麼東西。等着，我跟他一塊兒解釋，狠狠打一下他們倆的臉，給你報仇。這不是周家的周澤嗎？他可是珠寶世家的公子，怎麼是要跟這個秦家赘婿較勁了嗎？這怎麼能比呢？周公子可是出了名的鉴寶天才，這個秦家赘婿我可從來沒聽說過。周家在珠寶玉石這個行業裡可是首屈一指啊！是啊，周公子的這塊料子看着也不錯，像是能出貨的。只要我狠狠打擊一下這個楊女，秦岩就會對她失望。等秦岩這個小美人得手之後，再去考慮許家這個許夢吧。楊明，聽到了嗎？我指的這塊料子可沒騙你，是為了你好。要是待會兒你那塊石頭開不出東西，你可別受不了打擊。是嗎？誰開不出貨，還不一定。
楊明，敢不敢跟我賭一把？看看谁开出来的料子價值高。要是我赢了，你就跪下给我磕个头，再向秦岩道歉，让秦岩看到这小子最不堪的一面。他总不会再有念想了吧？要是你输了呢？我怎么可能会輸？我要是輸了，我跪下給你磕3個響頭，叫你一聲親爹。楊明，你瘋了！你還真敢跟周少賭？你不可能贏的。好啊，賭。不過我要再加一條，你以後不許再來煩我，滾出我的生活和視線，離我遠一點。楊明，你真的一點也不念舊情嗎？喲，現在知道念舊情了。可惜太晚了，現在跟他有情的可不是你嘍。許夢，你……師傅，開吧。放心吧，秦遠，我不可能輸，一會兒就讓這小子為自己的狂妄付出代價。師傅，開！楊先生，你的原石沒出貨啊？不可能！我就說吧，跟我賭，你行嗎？原來如此，這塊翡翠藏在其中1半裡，怪不得沒有出貨。繼續開，這塊還不死心啊？有時候真佩服你們這些人，不見棺材不落淚。這塊要是沒出，你是不是還要再拿半塊接着開？楊明，我都叫你不要賭，不要賭，為什麼不聽我的？這樣，找許夢借的錢，我幫你還。你給周少道個歉，認個錯，這件事情就當過去了。周少大人有大量，不會為難你的。秦岩都開口了，我肯定給面子。你給我道個歉，這件事情就當過去了。我跟你有什麼關係？憑什麼要聽你？而且我還沒輸呢。就是，而且就算輸了，區區幾萬塊錢，我還是虧得起的。大不了就當給他的服務費了。帥哥，你要是輸了，晚上可得服務好我，不知廉恥。真是死腦筋。既然你執意要賭，一會兒跪下的時候，希望你也能這麼狂。帥哥，你到底行不行啊？你很快就知道我行不行了。不行的話，我可不滿意哦。快看，周少的出貨了！周少，10塊乾白肘，市場價值大概在7000塊左右。媽的，20萬開7000，這下虧大了。不過總比楊明這塊什麼也沒有的好。只要輸不掉賭局，能讓他丟臉，讓秦岩死心，然後心甘情願跟我，就不算太虧。怎麼樣，楊明？現在該認輸了吧？你不會還想着出什麼貨吧？快看，那塊也出貨了，是極品無色玻璃種翡翠，這可是大貨啊！少爺啊！種水好說明不了，這麼小一塊石頭，裡面的翡翠能有多大？這麼小一個窗，也值不了幾個錢。先生，還接着開嗎？楊先生，我願意出5000塊買下你這塊原石。我出1萬。許夢，你這是作弊！這塊料子現在還不值這個價。玉石這種東西，價格從來就不穩定。千金難買我樂意，我恰好喜歡，多出點價又怎麼樣？哼，我們的賭局當然是以市場價格定的。這麼小的窗，裡面的玉能有多大？就算是極品無色玻璃種，如果只有一小塊，也不值那麼多錢。你，我要繼續開。這塊料子不止這個價格。楊明，你太固執了，以前怎麼沒發現你這麼犟？而且，周少只是跟你開玩笑，難道還能真的讓你跪下不成？周澤一個被寵壞的惡狂，當初連害死我的事情都能幹出來，還有什麼事是幹不出來的？承認別人比你強很難嗎？你還真以為自己是什麼賭石天才？喲喲喲，周少這麼好，
当初你怎麼沒和他結婚啊？不會是那會兒秦氏只是個小作坊，周家看不上你？聽你這麼說話，不知道的還以為周少才是你前夫，楊明跟你沒關係呢。秦言，我再說一遍，我們现在沒有任何關係，我的事情還輪不到你來管。你接着開。秦言，你放心，这種情況我見多了，特別是這種邊角料的原石，能出色就已經大賺了。他這麼開，不可能出貨。楊明這些年給我的印象一直很老實，沒想到一離婚就像變了一個人一樣。沒關係，等他輸了這場賭局，跪下給我磕頭，經受一點挫折，可能就醒悟了。沒錯，周少，跪下就行，磕頭就算了吧，有點太……聽你的。帥哥，我看你很順眼，以我的經驗，這種料子的確沒什麼可能出大貨。一會兒要是輸了，我幫你拖一拖那個周澤，你就趁亂跑了吧。你人不錯，不過放心吧，我不會輸。楊明，不會是在想着輸了怎麼辦吧？你要是現在給我跪下，我還能讓你少磕2個頭。畢竟你一個被掃地出門的廢物赘婿，跟我比，輸了也是很正常的。哈哈哈哈哈！出貨了！天哪，這半塊石頭竟然只有1層殼，裡面是一塊完整的極品無色玻璃種翡翠，這麼一大塊，價值至少700萬啊！我出800萬收購。帥哥，你神了！不可能，边角料怎麼可能開出這麼一大塊極品？真的出貨了！周少，我想你該兌現我們的賭約了吧？離婚之後，為什麼感覺忽然看不透他了？明明這些年都是個只知道做飯的赘婿，現在不僅懂玉石，還在挑選原石上碾壓了周少。周少堂堂周家的大少爺，不會想要賴賬吧？好了，楊明，你也不要得理不饒人。周少只是跟你開玩笑而已。就算是你真的輸了，周少又怎麼可能讓你下跪？哎呦呦，跪下这話可不是楊明先說的，不是你們周少先說的嗎？我看周少剛剛那咄咄逼人的樣子，可不像是開玩笑啊。許夢，楊明的事情跟你有什麼關係？哎，秦言，我的事情跟你才沒關係。許夢跟我可是自己人，我的事情跟他當然有關係。楊明，楊明，別太過分了，做人留一線，日後好相見。你不要太咄咄逼人了，我可是代表了周家的臉面，真要打了周家的臉，周家的報復，你還承受不起？你還能代表周家的臉面？看來你們周家是2皮臉啊！杨明，他說的不錯，周家人一向小氣，要是打了他們的臉，哥們兒委屈了這麼多年，好不容易能爽爽，我管你周家李家的！誰敢在我的地盤賴賬？蔣爺都驚動了。蔣老板可是全國最大的玉石原料供應商，手上的玉石礦數都數不清。周家這種規模的珠寶公司，在蔣老板的合作商裡可完全不夠看的。這個蔣爺來頭很大嗎？這麼說吧，別說周澤了，就算是周澤他爸來了，蔣爺讓他跪下，他也得跪下。你就是開出了極品無色玻璃種的那個楊明？不錯，哈哈哈哈哈！不錯，很不錯。我這幾十家原石店鋪，就這家不知道什麼原因，一直開不出什麼好東西。好多人都說我蔣峰動了手腳，哼，分明就是他們不識貨。周澤，你沒聽人說過我蔣峰最討厭賴賬的人嗎？你今天要是不履行賭約，可就別怪我今年沒有原料給你周家了。幾千萬的違約金我還不放在你。別讓我說第2遍！
青年，对不起。行了行了，我比较大的，这一点怎么没遗传到你身上？动周家的势力，让你付出代價。蒋峰能护住你一时，难道还能护住你一世吗？我们走。别碰我！该死的杨明，我在秦岩这边好不容易有希望，这下又要重新開始了。沒想到離婚之後，楊明竟然這麼讓我看不透。當初和他離婚，或許真的太過草率。你叫楊明是吧？這麼年輕，賭石的眼光卻如此毒辣，不容易啊！不如跟我入內一敘如何？雖然我憑借鑑寶眼不需要討好這些人，不過許夢好像很需要，他幫了我這麼多，我也幫他一次吧。既然蔣老闆都這麼說了，我就恭敬不如從命了。楊先生，我這兒還缺一個長眼師傅，你有興趣嗎？蔣家的長眼師傅，那在玉石界可是最頂級的那一批人了，收入不用說，地位可是哪一家都恨不得供起來啊。楊先生，再高深的眼力，也總有失誤的時候。畢竟玉石這個行當起伏太大了，而成為我們蔣家的長眼師傅，雖然要分一些收益，可卻有一份兜底的保險，幫你承受損失。對於別人來說當然如此，可我有這雙鑑寶眼，又怎麼可能失誤？蔣先生，我自由慣了，而且我不會失誤的。今天蔣先生幫了我的忙，以後如果有賭石的事情需要幫忙，楊某一定義不容辭。好，楊先生看來對自己的眼力很是自信啊。不過我最近真的很缺一名長眼師傅，可不能輕易放過你。不如我們打個賭如何？楊明，不行就答應了吧，也不吃虧。而且蔣家可不像周家那樣好打發。蔣峰這種老狐狸，只要展露出他需要的能力，越是傲氣，他反而越是想要。一旦我真的展露出想要投靠他的意思，那才是造孽。好啊，蔣老闆想賭什麼？如果我贏了，你就來給我長眼10年，待遇跟其他師傅一樣。如果我輸了，這家元石店就送你了。當然，要賭的還是楊先生的眼力，並且和玉石有關。不愧是蔣老闆，這麼大手筆，我賭了。這麼大的元石店，一個月流水可不低。先有個產業也好，這就是我起飛的第一步了。這掛墜的材料、來歷還有價格，你只要能說個大概，就算你贏。你就算再懂玉石原料，畢竟只有這麼年輕，我就不信你對古玩也有研究。我這玉的材料在現代就只是便宜貨。哼。藏在漢白玉觀音墜，價值1800萬。這個老狐狸還想坑我？還好我有鑑寶眼，如果真只是一個長眼師傅，說不定真在意。蔣老闆，您可是全國最大的玉石原料商，怎麼掛着的這麼一塊漢白玉的掛墜？這料子市面上也就幾十塊錢吧。許小姐，你就別管了，讓楊先生來回答吧。許夢，你蔣老闆的身價自然是要追求一些更高雅的東西，要是身上明晃晃掛着一堆極品翡翠，那才是掉價了。果然，楊明也以為我這只是普通的漢白玉吊墜。楊先生，你也別捧我了，賭約還在繼續呢，你還是快說出你的判斷吧。蔣先生，您這塊是漢白玉觀音墜，價值1800萬。他竟然連我在拍賣會拍下這觀音墜的價格都能看出來。楊明，你不會看錯了吧？這塊料子怎麼看都是普通的漢白玉吊啊，
就是大理石。不错，这块料子根本不值钱，你凭什么说它价值1800万？一定是蒙的。蒋先生，这块玉，如果我没看错的话，是唐代的雕工吧？还是皇室御用的痕迹？汉白玉现在的确不值钱，可在古代却被古人称之为寒玉，经常用来打造佛像和祭器。蒋先生，我说的对吗？没想到杨先生不仅对玉石了解，对古玩也有如此造诣。蒋某信服口服，这家铺子送你了。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这鉴宝眼真是神奇啊！不仅能显示价格，还有全称和工艺提醒。杨先生，您对古玩了解多少？在下有个不情之请，希望你能帮我。赌宝？没想到古玩圈还有这个玩法，一真一假，选定不毁。连蒋老板这种内行都打了眼，要请我临时当蒋家的长眼师傅，出场费就是1000万。我有鉴宝眼在手，这种对我来说就是稳赚不赔啊。这杨明不仅懂玉石，连古玩也是行家。竟然连蒋老板这种人物都对他客客气气，秦妍竟然和他离婚，真是瞎了眼！不行，我一定要把他拴住。杨明，你今天刚从秦家出来吧？是不是还没找到住的地方？那个没事儿，我找家酒店就行。别那么麻烦，不如去我家住吧，我的床还挺大的。我被酒色所伤，竟如此憔悴。从今日起，戒酒。对了，今天还得去赌宝会帮蒋峰长眼，我自己也能捡点漏吧。有鉴宝眼在，我真的很难输啊。不错啊，还挺热鬧。我2个都要不行吗？客人，一行有一行的规矩，2个都要肯定是不可能的，您只能选一个。孟小姐，您放心，我听说您想给老爷子选礼物，专门请了徐大师来。徐大师，您快帮忙长长眼，看看哪个才是真品。李夫人，孟小姐，右边这个花瓶是真的。那我们就要右边这个花瓶了，店主。这个徐波听说是花大价钱请来的顶级长眼师了，也就那样，真顶级的长眼师还得是大家族请来的那些高人。我听说蒋峰放出消息，这次鉴宝会专门请来了一位高人，出场费都是1000万。好，客人，既然选定，那我就帮你们包起来。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一句，赌宝这个玩法，打眼了可怪不得任何人。我这是我给父亲大寿准备的礼物，要是买到了仿品，孟小姐您放心，杨先生经验丰富，肯定不会看错的。哼，徐某要是这都能打眼，当场把这花瓶吃了。你帮了我大忙了，放心吧，和秦家的合作我会考虑的。等一下，送给长辈的礼物，要是买个仿品，恐怕有点丢人吧。看来这古玩的水是真的深啊！赌宝竟然还有2个都是假的，还有近代仿品。还好我有鉴宝眼，不然恐怕也要打眼。毛头小子，你还懂古玩？我徐波行走古玩界多年，不可能认错，这花瓶就是真的。杨明，我现在可没空搭理你，狗一样的东西，你还懂上古玩了？滚一边去！啊！杨明，去死吧！秦岩还真是蠢，划清关系也就是了，这李芳却是上一世害我的元凶。
探探大丈夫，有仇必報。不管你今天想干什么，我杨明管定你。这是谁？孟小姐，这是我们家之前的赘婿，郑天理好吃懒做，废物一个。他哪懂什么古玩？您不用管他。原来是个废物赘婿，也敢在这儿口出狂言。店家，别理他，包起来。买个父亲的贺礼，绝对不能出差错。等一下。孟小姐，您可不能相信他呀！他真的只是我们秦家的赘婿，这些年在家里也就是洗衣做饭，哪懂什么古玩啊？是啊，孟小姐，我徐波在古玩圈也有些资历，你不会选择相信一个毛头小子吧？杨明，你这个废物！这可是孟家的孟小姐，因为你的原因，让孟小姐错过了这件宝贝，当心你的小命！这是孟家的小姐，听说这孟家可是黑白通吃啊！这个赘婿估计是对秦家怀恨在心，蓄意破坏吧？可惜这次他惹错人了，惹到孟家小姐可不是什么好事。孟小姐，他们说的对，这杨明一定是被我们秦家扫地出门之后怀恨在心，见不得我们好。你叫杨明，你说这花瓶是仿品，就指出来，我另有奖励。要是说不上来，就别怪我了。要是单纯捣乱说不出来，你就去护城河里餵魚吧。好一个孟家，这个孟小姐長得倒是挺好看，竟然這麼狠。這個廢物，小妍都已經跟他離婚了，還是陰魂不散。當初就該狠一點，直接讓他消失。要是影響到跟孟家的合作，他就死定了。孟小姐，你跟他廢什麼話？一個是古玩圈有名的掌眼師傅徐大師，一個是我秦家掃地出門的赘婿，根本沒有可比性。既然我說了這個花瓶是仿品，自然有我的道理。你有個狗屁道理！你還敢打我？我怎麼還想再被我打一次？都給我住手！我沒時間跟你們胡鬧。你現在就馬上說出這個花瓶是仿品的原因。孟小姐，這你也閉嘴！如果你真的走眼了，就像你說的，要把這花瓶吃下去。說可以，但是我有一個條件。你這個廢物，給臉不要臉！孟小姐，別跟他廢話了，他就是瞎說的。我看現在就可以把他丟進護城河裡餵魚了。說，如果我說的沒問題，李芳也得吃一個花瓶。可以，但你如果錯了，結果也一樣。楊明，你這個廢物還敢開這種條件，你擔心什麼？難道還真覺得我會打眼不成？也是，楊明怎麼可能懂什麼古玩？就算真的懂一點，又怎麼可能跟徐大師比？這花瓶是宋代風格，我之所以說它是仿品，其一是因為釉色不對。宋代瓷器講究溫潤內斂，雅光如玉，就算是青瓷白瓷，也是沉在胎裡的雅色。你們看這隻，釉面浮光刺眼，色層單薄，是現代化學料一次性燒出來的，根本沒有千年礦料的厚重感。不錯，我也有收藏一個宋式的花瓶，釉色的確要溫水一些。這小子真的懂古玩啊！我還以為他吹牛呢，這說的頭頭是道啊！這個廢物還真的懂瓷器。徐大師，怎麼辦？這下怎麼辦？我就知道你要拿釉色來說，可惜你還是太年輕。宋代官窯民窯萬千，釉面瑩潤者有之，光亮者亦有之。難道只有啞光才算宋瓷？你是懂瓷器，還是只會死背翹條？這釉色瑩潤內斂，正是民間最喜愛的寶光，到你嘴裡反倒成了破綻，可笑。這徐大師說的也對啊，宋瓷民間確實有很多喜歡這種招搖一些的釉色，並且稱之為寶光。對，我徐波行走古玩圈多年，精通宋瓷，這種寶光瓶，徐某見過的沒有1000，也有800吧。如果說這就能說明這瓶子是仿品，根本就是無稽之談。小子，跟我鬥，你還太嫩。
古玩这一行，沒你想的那麼簡單。小廢物，還敢打我？一會兒你吃花瓶的時候，不知道還能不能笑得出來。徐波，你說這花瓶之所以釉色晃眼，是因為這是民窯，喜歡寶光。不錯，那我問你，如果它真是民窯，為什麼色彩會如此均勻？民窯窯溫不穩，胎釉收縮不一，必然有色差，有深淺，有自然過渡。為什麼這隻全身色彩均勻的過分，連一點自然變化都沒有？是啊，民窯的色彩不可能這麼均勻啊！這並非所有宋窯都要窯溫不穩，宋瓷也有許多色彩均勻的瓷器。沒錯，可他們全都是官窯。接着笑啊，怎麼不笑了？古玩這一行沒你想的那麼簡單。一會兒你們吃花瓶的時候，不知道還能不能笑得出來。对啊，這徐大師自相矛盾了啊！宋瓷官窯不會追求這種釉色，民窯又做不出來這麼均勻的色彩。是啊，這個楊明是什麼人？從來沒有聽說過呀！難道是哪一家的長眼師傅？竟然把徐波給引進了坑裡！你幹什麼？別動我！等一下，等一下，我還有話要說。孟小姐，即使是官窯，也會有一些失敗品。釉色與其他成品不同，這花瓶就是。對於古人來說是失敗品，對於現代來說卻是孤品啊！孟小姐，你要慎重啊！搞半天你就要說這個？沒錯，楊明，你說的也不一定對。孟小姐，實在不行，可以送去做碳14檢測。不用檢測了。你說宋代有英文嗎？浪費我這麼久的時間，竟然還是這種低級的錯誤。孟小姐，孟小姐不關我的事啊，都是徐波，他才是长眼師。孟小姐，再給我一次機會，我一定能幫您挑到他滿意的古玩的啊！孟小姐，給我閉嘴！李芳，你差點壞了我的大事。孟家和秦家的合作不可能了。糟了，秦言本來就不讓我接觸公司事務，是我非說能哄好孟清離，這下完了。都怪這個廢物，壞我好事。楊明，你這個忘恩負義的廢物！我秦家養了你這麼多年，你就是專門來破壞我的好事的。孟小姐，說不定他和这個店主是一夥的。对害死我的人沒什麼好客氣的，這只是個開始。李芳，既然上天給我機會，不僅讓我重生，還獲得了鑑寶眼這種外掛，你秦家還有周家就等着我的報復吧。你很不錯，不僅幫我避免了損失，還避免了我在父親的壽宴上出醜。這裡面是1000萬，就當是我的感謝費了。好說好說，孟小姐，要是需要長眼師傅，還能找我啊。沒想到蔣老板的錢還沒賺到，就先收到1000萬，多虧了鑑寶眼啊，這才離開秦家幾天啊。除了一家原石店，卡裡還有5000萬的現金。孟小姐，這個砸了的也就200塊錢，您要是要這個花瓶的話，那點錢就算了。既然找出了真的，我當然要了。你剛才開價是1700萬是吧？包起來吧。好嘞。哎，等一下，那個是假的，可我也沒說這個就是真的吧？這個花瓶也是假的？呵呵，不錯，這個花瓶也是仿品。你可別胡說啊！怎麼可能兩個都是仿品呢？我看不像啊，這個瓶子怎麼看都是真品宋窯。你看這釉色，新的根本做不出來，這就是時光沉澱的美啊！這個瓶子的確是近代仿品，不過也有幾十年了，
就連頂级的长眼師傅也不一定能看出來。他這麼年輕，不可能，絕對不可能！我看你就是來搗亂的。我一個開賭寶攤子的，不2個都是贗品嗎？是啊，這老板也不是第一天擺攤子了。要是真這麼玩，早就被人砸了。是啊，孟小姐，她刚才就是碰运气，她真的不懂古玩啊。孟小姐，古玩界打眼很正常，再給我一次機會吧。吵死了，把他們丟出去。姚明，你說這個花瓶是假的，有什麼依据嗎？就是，总不能你说不对就不对吧？真正的宋慈根本不会做这个形制的花瓶。哈哈哈哈！你吹牛逼呢？你以为自己是誰？难道你还是从宋代穿越過來的不成？你說不會做就不會做，那我還說會做呢。剛才我還對他高看一眼，這古玩哪有這麼鑑定的？他要是什麼頂級長眼師傅也就算了，小小年紀他能見過多少宋慈？就是，我相信你，但是你想讓攤主承認自己2個都是贗品，恐怕有點困難。誰說我不是頂級長眼師傅的？那不是蔣家的長眼師傅特有身份卡嗎？這人小小年紀，竟然是4大家族中蔣家的長眼師傅。這個姚明小小年紀，竟然能讓蔣峰那個老狐狸看中，有趣。他想逃，他還真的賭寶放2個仿品，抓住他！別跑，我還在你這兒買過古玩呢。沒想到你竟然還被蔣峰看中。不過你的眼力確實驚人，有沒有興趣來我孟家？抱歉，我也是暫時給蔣老闆幫忙，不過可惜，這次沒有給你父親買到禮品。不用，至少我在你這兒學到了很多。禮物的事情回頭再想辦法吧。姚明，他怎麼會在這兒？那是孟家的孟青離。我不是讓我媽來陪着孟小姐了嗎？我媽呢？他怎麼跟楊明在一塊兒？那可是孟家的孟青離，這個楊明真讓他搭上了大人物。孟家小姐是什麼人物？不可能看得上楊明，絕不能讓他搭上孟小姐的線。這不是秦家掃地出門的贅婿楊明嗎？你的桃花可真不錯啊！昨天身邊還是另一個女人，今天怎麼就換了？孟小姐，你可千萬別被他騙了，這小子就是個小白臉兒。你身邊女人很多嗎？有戲？怎麼可能？我不是那種人。楊明，你真是太幼稚了！我和你離婚，你就四處找女人來氣我。秦妍也太自作多情了。現在你在我眼裡就是一個毫不相干的人，氣你也配？你就是秦家的秦妍。孟小姐，我就是秦妍。今天我媽不是陪着您來給孟家老爺子挑禮物嗎？我媽人呢？被我丟出去了。還有，以後孟家和秦家不會再有任何合作了。孟小姐，是不是楊明說了什麼？不是這樣的。我還有本事的男人有許多女人投懷送抱，是很正常的事情。你們，我還有事，記得聯繫我。這個楊明憑什麼和孟青離這麼親密？好狗不擋道，你只不過是運氣好，掙了點錢，跟我們這些大家族比起來，也只是九牛一毛而已。真以為你就能一飛沖天？我告訴你，你終究只是一個底層的廢物。周澤，我是什麼人，你還沒資格評價。就你這種廢物，周家有多少錢也不夠你敗家。怎麼，又想給我下跪道歉了？你今天沒有蔣峰，我看誰給你撐腰。周澤，蔣老闆，周澤，我警告你，這是最後一次，
要是再敢招惹杨先生，别怪我不给周家面子。蒋老板，你好歹是个家族出身，何必为了这底层废物对我出手？哼，我看你才是废物，没用的二世祖。在我眼里，你还不如杨先生的一根头发重要。滚！好，杨明，你给我等着！小妍，你终于来了，你可得给我报仇啊！你看看，怎么回事？都是那个杨明啊，他在里面捣乱。孟小姐让手下的人往我嘴里塞瓷片，你看看，我这嘴里全是伤口。我们刚被蒋峰从里面赶出来，这个杨明就是故意的，因为我让他跟妍妍离婚，他就故意捣乱。见不得我们秦家好，他这是因爱生恨，我这就去找他。这个杨明现在攀上了蒋峰的高枝，你去了又有什么用？那怎么办？周少，你一定要替我报仇啊！不用你说，那个废物三番五次的找我事儿，上次在原石店就打我的脸，这次在赌宝会也是，这个仇我一定要报。对呀，周少，你一定要好好教训他呀！这次随便你吧，让他吃点苦头也好。杨明，这次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抱歉，蒋老板，刚才遇到了一些事情，本来专门来帮您长眼的，现在还来得及吗？杨先生，你的运气真的很好啊！其实我原本就是想请您帮忙给孟小姐挑礼物的。就是刚刚那位孟小姐。不错，孟家和我们蒋家关系不错，但是孟家确实要更大一些。他们家是珠宝世家，但孟小姐的父親對古玩很是痴迷，所以我才請你來幫忙的。可惜到最後也沒有給孟小姐挑到什麼東西。哎，這事兒最重要的是搭線。剛才你拿出那張卡片，孟小姐知道你是我找來的人，就已經達到目的了。我起家只是時間問題，看來還得熟悉一下這些富豪權貴們打交道的方式啊。對了，蔣先生，既然事情已經辦完了，這張卡片就……哪有收回去的道理？這卡片你就留着。放心，蔣家不會要求你做什麼事兒的，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當個榮耀顧問。我有拿不準的找你幫忙，你不會不給蔣哥面子吧？那我就恭敬不如從命。走，今天為了感謝你，咱們一塊兒吃個飯。現在卡裡有5000萬，光有現金沒資產還是不行啊！我看看買點什麼好呢？這孟家居然還開始進軍房地產生意了，看起來有點慘淡啊！哎，我這鑑寶眼能不能鑑定出房產的未來價值？要是可以的話，買房也是個不錯的選擇。不管了，先去看看。這就是孟氏的售樓處，還不錯嘛，像模像樣的。楊明，這孟氏的樓盤最近可是在狂跌啊！據說是又沒學區又沒地鐵，雖說質量確實不錯，位置確實是太偏了。你真要買孟氏的房子啊？也不一定，先看看，萬一感覺不錯呢。對了，你要不要我送你一套？咱們是什麼關係啊？你出手就送我一套房子？兩位是要……喲，這不是楊明嗎？你都被秦妍給趕出去了，這是又逛上了富婆了？這不是秦妍的閨蜜張琴嗎？
他竟然在孟氏的售楼处工作。我是来买房的，你要是卖得了，就好好给我介绍；卖不了就滚开。就你还买房？杨明，你是真不知道自己什么德行啊！我都听秦言说了，你被赶出秦家的时候，1分钱也没分到，就你还买房呢？你看到没？马路对面那个纸扎铺，你努力，说不定那边的房子你买回。太过分了，我要投诉你！我说呢，原来是又傍上富婆了。哎，美女，我可提醒你，他之前就是秦家的赘婿，就是因为太废物，才被秦家扫地出门了。你可别被骗了。我靠，这小白脸不错啊，富婆都给送房子。我呸，真不要脸！男子汉大丈夫的吃软饭。贱人，你搞清楚，今天是杨明带我买房。他给你买房，那你可更得小心，别被他骗了。你没听我说吗？他就是个连软饭都吃不好、被净身出户的废物。不愧是秦言的闺蜜，蛇鼠一窝。狗咬你，你还咬狗吗？你这个废物还敢骂我是狗？一会儿看房要验资，拿不出钱，老娘让保安把你的嘴都撕烂。我靠，这鉴宝眼简直是心想事成啊！没想到还真的能看到未来的价值，涨了4倍，这房得买啊！你身上的钱掏出来买得下一个厕所吗？这儿的房价虽然比其他楼盘便宜，那也是5000一平呢。麻烦你滚开，换个人给我服务，我要看房。看房是要验资的。验资？验资都不知道，还買房呢？就是他们要先確保你的銀行卡裡有足夠的錢，才能買房。第一次買房，吃了沒經驗的虧，不就是驗資嗎？要多少錢才能看房？說的好像你有似的，50萬，只要你的卡裡有50萬，馬上就帶你去看房。要是沒有，現在就滾，不然可就別怪我叫保安趕你出去了。保安！不好意思，先生，請出去。我倒要看看你從哪來的50萬。誰說我沒有了？不是要驗資嗎？驗。我靠，黑卡，這至少要在銀行有1000萬以上的現金才會發放吧？據說消費沒有限額，而且還能透支1000萬額度。不是說他是個被淨身出戶的赘婿嗎？怎麼還有黑卡？不會是走的時候偷偷帶走的吧？差點被你唬住了。你這個廢物過去幾年都沒有工作，對秦家公司上的事情也沒有幫過忙，拿張黑卡嚇唬誰呢？恐怕裡面根本就沒錢吧？有沒有錢你驗一下不就知道了？要是裡面有錢怎麼辦？要是裡面有錢，老娘當場給這個廢物磕頭！楊明，你好歹和秦言夫妻一場，你要是現在就滾，我還給你留點面子。這也太能裝逼了，拿張沒錢的卡出來，要是不驗一下的話，說不定還真被唬住了。趕緊，我還要買房呢，別耽誤我時間。這能裝？你怎麼不去當演員啊？卡內餘額5377萬523元7角8分。怎麼可能？你真有5000萬？現在我能看房了嗎？不過我不需要你的服務。我靠，卡裡真有5000多萬，那還來這兒看什麼？市中心的房子也隨便買啊！是啊，來孟氏買房不就是圖便宜嗎？
不过看来这個售樓小姐真弄錯了，這小子軟飯吃得這麼好，離婚了還給5000多萬，不可能！秦岩都跟我說過了，他是淨身出戶的，怎麼會有5000多萬？好你個楊明，怪不得秦岩給你錢你不要，這是不是秦岩的卡？你把他的卡偷過來了？我告訴你，我馬上就給秦岩打電話。這卡裡的錢馬上就會被凍結，你一分錢也別想刷出去！我靠，原來是偷來的！這小子膽子真大，這贅婿也太賤了！夠了，張琴，你從一開始就在這裡無理取鬧，我懶得理你，你還覺得我是心虛了？聽好了，我要買50套房，任何一個銷售來，我都會立刻簽單。但這個錢絕不會讓你賺到。還50套，趕緊給我滾！要是這張卡裡的錢少了，你就等着吃牢飯吧。這錢你不賺，有的人賺。這裡就沒有其他銷售了嗎？吵什麼呢？這裡是孟氏的產業，在這裡鬧事兒，不想活了？怎麼回事？你是誰啊？你是這兒的經理吧？我要買50套房，並且也驗過了，我的卡裡有5000萬。不過我倒想問一下，你們就是這麼對待客人的嗎？你們的售樓員不僅不讓我買，還大肆辱罵我，怎麼回事？經理，你聽我說，他就是來搗亂的。他這張卡是偷來的，而且我已經發了短信給我朋友了，他知道銀行卡丟了，已經把卡凍結了。現在這張卡根本刷不出來錢。銀行嗎？我要凍結我的銀行賬戶。什麼時候丟的？我都沒發現。看到了嗎，楊明？秦岩已經把卡給凍結了，你現在就算想刷也刷不出來了。這人就是那個秦家赘婿，前陣子剛被趕出來，而且是淨身出戶，他手裡怎麼可能有錢呢？這一定是秦岩的卡。我靠，還真是偷的，不然人家怎麼會凍結呢？你和秦岩两個人真是蠢的可以。現在是不是只要我的卡能消費，就說明這是我的卡，我的錢？刷卡到底是不是一試就知道？是啊，試試不就知道了嗎？就是，那張卡凍結了，這張卡能刷出來，就說明這是人家自己的錢啊。可惜啊，要是真知道了這小子自己沒錢，他身邊那個小姑娘豈不是轉身就走了？說不定還要挨一耳光呢。你什麼意思？我什麼意思？張琴是我女朋友，我早就聽秦總說起過你了。你一個不學無術的廢物，又被秦家趕出了家門，哪來的錢？我不是說了嗎？刷卡。既然秦岩已經凍結了賬戶，那能刷出來，不就說明是我的錢了？還有必要刷卡嗎？到了最後還不是要還給秦？你們太過分了！這位美女，你恐怕也是被他給騙了吧？這卡就算能刷出來，最後也還是要還給秦家，浪費老子時間。你跟着這個廢物什麼也得不到。保安，經理，我在呢，把他丟出去。不報執法局，已經便宜他了。你幹什麼？放開我！我要聯繫孟經理。你還認識我們孟總？吹什麼牛逼呢？你要是認識我們孟總，給你跪下磕頭。是嗎？我怕你沒資格給我磕頭呢。孟總，我靠，他不会真認識孟總吧？這下可有好戲看了。楊先生，這是……孟小姐，你來得正好，我要在你們孟氏的樓盤買房，而且也已經驗資過了。你們的銷售張琴和這位經理不僅不讓我買，還一而再再而三的辱罵我。怎麼回事？我請你來是讓你辱罵客人的嗎？
孟总，您听我说，他卡里不可能有5000万，就是来捣乱的。他就是秦家净身出户的废物赘婿。是啊，孟总，我和秦家的秦妍是闺蜜，她亲口告诉我，杨明是不久前净身出户的，他这张卡一定是偷的秦。闭嘴！你们两个狗眼看人低的东西！杨先生卡里的5000万，有1000万是我給的。什么？不可能，不可能，他就是个废物，怎么可能有5000万？还有1000万是孟总给的。杨先生可是蒋家特意聘请的頂級榮耀長眼顧問，出場費都是1000萬，有什麼不可能？榮譽長眼顧問，怎麼可能？什麼？我不知道啊，孟總，楊先生，你敢打我？孟总，杨先生，都是我有眼不识泰山，都怪张琴这个賤人，我都是被他挑拨的啊！我这就把他開除。開除？現在你已經被開除了，滾出去！以後全國的房地產界，你都別想混了。楊先生，您把我當個屁放了吧，楊先生，我知道錯了，您大人有大量。你是成年人了，要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我還是喜歡你桀驁不馴的樣子，把他拖出去。至於你，孟總，您真的被他騙了。我跟秦妍是最好的閨蜜，我認識楊明整整3年，他就是個吃軟飯的廢物，在秦家3年，除了洗衣做飯什麼都不會，怎麼可能是蔣家的榮耀長眼顧問啊？他就是個被秦家淨身出戶的赘婿，哪有本事拿5000萬買房，哪有資格讓您給1000萬？一定是他裝模作樣騙了您和蔣老闆。不知死，到現在還敢對楊先生不敬，看來剛才的教訓還不夠。來人，孟總，掌嘴！我靠，不愧是黑白通吃的孟家，這麼狠，自找苦吃。孟小姐，行了，他也罪不至死。楊先生還給你求情，算你運氣好，滾出去！楊先生，買房怎麼不直接聯繫我？我陪您一起來，也不至於被這種狗眼看人低的家伙侮辱。而且這裡的房子算不得好，孟家還有其他樓盤，不如我直接送您一套好了。這樣楊明是真不一般啊！孟家大小姐都對他這麼尊重，秦妍和他離婚，腦子有問題吧？小事而已，不敢麻煩孟小姐。而且我覺得這裡的房子就很不錯，說不定價格很快就會漲了呢。楊先生對房地產也有研究？略懂略懂，都是鑑寶眼的功勞啊！我也沒想到還能預測價格。好，我親自給您刷卡。要是這裡的房子真的漲了，我就當是您的功勞了。你這是怎麼了？被誰打了？還能是誰？都是那個廢物害的！他？這怎麼可能？你不是在孟氏的售樓處工作嗎？他不至於上門去打你吧？他到孟氏買房，卡裡足足有5000萬，我還以為是你給的，準備趕他出去，結果孟總來了，還說其中1000萬是他給的。5000萬，我秦家賬上現在都沒有這麼多現金。你剛才打電話之後，我就立刻把我的賬戶凍結了。對啊，我以為這樣他就刷不出來錢了，結果就……怎麼回事，秦妍？我記得他就是個什麼都幫不上你的廢物啊，怎麼現在？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自從離婚之後，他好像變了一個人。不僅精通玉石，還懂鑑寶。孟家和蔣家都把他奉為座上賓。你知道嗎？他手裡的5000萬，他竟然在孟氏直接買了50套房。50套？孟氏的那個樓盤嗎？對啊，就是天橋小區。那小區房價一直在跌，誰買誰虧。楊明，你瘋了嗎？孟
正式的小区你也敢買50套？你是不是在炒房？我买什么房跟你有关系吗？秦总，我没记错的话，我们早就没关系了。杨明，你别给脸不要脸！我好心提醒你，天桥小区房价从来没有涨起来过，已经降价无数次了。你买50套纯属自寻死路。你竟然说跟我没关系，你真是不知好歹！你与其在这骂我，不如去看看天桥小区的房价。怎么会？怎么可能？一夜之间涨了3成！我卖了这么多年的房子，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他好像真的变了个人。以前我从来不知道，他不仅会赌石懂鉴宝，现在竟然对于房地产好像也很有研究。秦言，你是不是后悔了？我不知道。杨明，你也太厉害了吧！昨天买的天桥小区一夜之间涨了3成，买什么涨什么，你简直是财神爷转世！运气而已，以後有好機會帶你一起買，讓你也跟着賺大錢。那我可要好好獎勵你。喂，好的，可以。誰啊？孟家舉辦的頂級玉石大賽，你了解嗎？玉石大賽，那可是業內頂尖的比賽，參加的都是絕頂高手，各個家族的專業長眼師都會來，聽說獎金足足有5000萬呢。5000萬倒是小事情，這場大賽是個匯聚業內頂尖人脈的好機會，正好配合我後面的創業計劃。這場比賽我有鑑寶神眼，豈不是輕輕鬆鬆拿下？您好，請出示參賽請柬，無請柬不得入內。壞了，好像放車上了，你跟我一塊回去拿一下吧。喲，這不是楊明嗎？沒有請柬也敢來孟家的玉石大賽，不會是想蒙混進去吧？一個剛冒頭的新人，也配踏足這種頂級場合？這種事情多半是想混進去，趁機結識一些玉石大家。我勸你還是趕緊滾，別在這丟人現眼。有天眼大師在，輪不到你這種廢物參加。知道這誰嗎？天眼大師，業內公認的第一長眼師傅。這次玉石大賽，我們周家贏定了。我靠，周家竟然請了天眼大師，這還有什麼好比的？天眼，肉眼怎麼跟我的鑑寶眼比？無聊。各位看看，這個廢物是蔣家奉為座上賓的長眼顧問，但連大賽請柬都能忘帶，是想混進去。蔣峰也是病急亂投醫，偌大的蔣家竟找這麼個毛頭小子當長眼，看來是真找不到能人了。哼，希望你輸的時候也能這麼驕傲。狂妄！你楊明，沒有請柬就算了，實在不行就跟我們一起進去吧，不要在這裝作自己有請柬，丟人現眼。對啊，想必你很需要玉石大賽這個機會吧？你要是叫聲爹求求我，我就帶你進去怎麼樣？不必了，我自己有請柬，犯不着沾你們的光。請柬？你怕不是在做夢吧？就你也能拿到孟家頂級玉石大賽的請柬？我看你是拿不出來，故意找借口。楊明，
你不会真以为孟青罗给你点钱，对你客氣2句，就觉得自己攀上高枝了吧？人家是什么身份？孟家大小姐，黑白通吃的人物。给你1000万，早就2清了，你还真敢往自己脸上贴金？癞蛤蟆想吃天鵝肉。这种没有请柬的家伙，分明是来捣乱的，赶紧把他赶出去，别打扰了里面的选手和权贵。我说过，我只是忘带请柬，会去罚的。好啊，还敢还手闹事！保安，给我把他腿打断扔出去！出了事儿，我周家担着。不是说了这次不管吗？忘了你妈被他害成什么样子了？让他保吗？你们敢！给我住手！谁让你们动手的？孟总，周少他，你姓孟还是姓周？孟小姐，算了，他们也只是坚守职责，是我自己忘记带请柬，怪不得他们。杨先生，你真大度，您的能力我清楚。很高兴您来参加这次比赛，我相信这次大赛你定能夺冠。孟小姐可是玉石世家，她竟然这么看好这个人，这人到底什么来头？孟小姐，您别被他骗了，他就是个……杨先生，我们进去吧，別耽誤了大賽。这个废物，竟然真的和孟青离这么熟！杨先生，不介意我坐在你身边吧？孟小姐，当然不介意。孟小姐，你好歹也是主办方的人，离我们家杨明这么近，恐怕不太好吧？这场比賽是由我父親負責的，現在我只是一個觀眾罷了。我靠，這是誰啊？孟家的大小姐居然跑到他旁邊去坐下了，不會是哪個家族的大少吧？這個廢物到底給他們灌了什麼迷魂湯？先是蔣峰為他出頭，現在就連孟青離也和他這麼親密，該死！歡迎大家來到孟氏舉辦的玉石大賽，請所有參賽選手就位。我宣布，本屆玉石大賽正式開始。諸位請看，第一輪比賽要考驗的就是大家的眼力。台上的5塊原石，只有1塊價值1000萬，成功找出來的人就可以獲勝，但只能在座位上遠距離觀察。這次竟然這麼難！是啊，原石的判斷都恨不得鑽進去，這麼遠能看出來什麼？頂多能看到飄綠吧。請各位選手開始觀察。中间那塊原石，裡面是價值1000萬的極品玻璃種帝王翡翠。啊，這麼快？不會是胡說的吧？秦岩，你前夫還很懂玉石啊？他怎麼可能懂玉石？這些年在秦家，他最大的作用是做家務，簡直是胡說。他把比賽當什麼了？遊戲嗎？哼，一派胡言！根據我多年的經驗，最右邊的那塊裡面應該是一塊巨大的羊乳白玉。價值1000萬，錯不了。楊明，別以為你運氣好蒙對了幾次，我這次請來的可是玉石界號稱天眼的頂級長眼師，你的選擇讓人覺得可笑。極品玻璃種帝王翡翠可不止1000萬。什麼？這竟然是天眼大師？這可是公認的大佬啊！據說自從入行開始，打眼的次數不超過10次。周家竟然把他給請來了，這個年輕人肯定贏不了啊！哼，主持人，答案也不用公布了吧？我對我錯，已經很明顯了。是啊，這麼簡單的問題，天眼大師怎麼會弄錯？看來各位選手都已經確定了答案。那麼我宣布，第一輪比賽的勝利者是楊明先生。怎麼可能？什麼？我打眼了？我的天，天眼大師都打眼了！這年輕人究竟是誰？
遠距離一眼就找準1000万原石，这眼力比天眼还厉害。他到底还有多少本事是我不知道的？赌石鉴宝，现在连玉石大赛都能碾压天眼，他还是那个只会洗衣做饭的赘婿吗？某些人啊，還經驗豐富呢，一大把年紀活到狗身上去，怎麼這都能打眼？還好意思說答案不用公布了？不過是運氣好，下一輪我定要讓你原形畢露。恭喜楊明先生晉級，接下來第2輪比試即將開始。第2輪比試規則：台上這3個玉盤擺件外觀極為相似，但只有一個是真正的古玉真品。選手依舊只能在台下遠距離觀察，不能靠近。限時5分鐘。現在比試開始。上一輪輸得太丟人，淪為全場笑柄。這一輪我必須贏。古玉鑑定本就是我的強項，絕不能再輸給一個毛頭小子，不然我以後在鑑寶界就無立足之地了。竟然全是仿品，主辦方倒是會出難題。看來這一輪考驗的不只是鑑賞力，還有心性。我找到了，中間那個玉盤就是真品古玉，絕不會錯。哼，古玉鑑賞是我的強項，你算是撞槍口上了。天野大師，你竟然還能從裡面找到真品，不再仔細看看，可別再打眼，鬧了笑話。哼，毛頭小子，還是眼力不夠，心性太急。這古玉鑑定講究的是氣韻、紋路和包漿，不是靠瞎蒙。你還是好好學着點，別在這裡班門弄斧。大家看，這中間的玉盤溫潤細膩，紋路流暢自然，邊緣還有歲月沉澱下來的自然包漿，色澤柔和，絕非現代仿品能仿造出來的。是，不愧是天眼大師，這麼遠都能看出這麼多細節。是啊，既能鑑玉，又能辨古玩，兼顧兩者，天眼真是名不虛傳。楊明，你怎麼不說話了？不會是還沒把握找到哪個是真品吧？楊明，你也玩夠了吧？玉石古玩這行不像你想的那麼簡單，你趕緊認輸吧，不要再搗亂了。秦小姐，我的事情好像跟你沒關係。主持人都還沒催，你急什麼？等天眼大師說完了，我自然會公布我的答案。不識好人心。年輕人，現在知道差距了吧？上一輪是你運氣好，真比實力，你連給我提鞋都不配，趁早認輸離場。楊明，趕緊滾！在天眼大師面前，你就是個剛入門的新人，也配留在這兒？喲，不知道的還以為是周少親自在鑑寶呢。天眼大師是代替我周家出戰，我可不是這種底層廢物，什麼都要自己。我們權貴要做的是知人善用。好了，你要是看不出來，就趕緊認輸，別裝模作樣，丟人現眼。天眼大師，他能看出來嗎？你放心，這3塊玉盤差別非常小，要不是我有幾十年的經驗，今天說不定也要打眼。他一個毛頭小子，怎麼可能看得出來？你看他還不說話，肯定是慌了，裝模作樣。既然不聽我的，你就吃點苦頭吧。急什麼？比試還沒結束，我當然有答案，而且我的答案和天眼完全不同。完全不同。楊明，你別吹牛了，難不成你還敢說天眼大師又走眼了？哼，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我選的玉盤怎麼可能是假的？你就是想譁眾取寵。這年輕人怕是瘋了吧？居然敢質疑天眼大師的判斷。雖然天眼大師上一輪失誤了，可不代表會連續走眼2次啊。看來是真沒本事，只能靠說大話博眼球了，太讓人失望。我原本以為你是想跟着大師選同一塊玉盤，那我還算你有點小聰明，沒想到你竟然這麼準，還敢說這3塊玉盤全是假的。是啊，中間那塊玉盤無論怎麼看都是真品啊。哼，既然說我選錯了，那你說說你的選擇，到底哪一塊才是真品？我沒有選擇，因為台上的3塊全都是仿品。
楊明，你瘋了吧？3块全是防破，我看你是根本找不出来真品，故意找这种荒唐的借口糊弄大家。在场这么多鉴宝行家，就你敢说全是假的？你算什么东西？哼，毛头小子，找不到真品就说全是假的，真是可笑至极。我鉴宝几10年还能看错？我看你就是眼力不够，出不起，想耍无赖蒙混过关。就是，天眼大师在玉石界的地位，岂是你一个无名小卒能质疑的？赶紧认输滚蛋，别在这丢人现眼，耽误大家的时间。竟然能说出这么离譜的答案，楊明，看来第1輪你完全就是靠運氣。我沒耍無賴，也沒輸不起，更不是靠運氣。天眼，你憑借經驗找到的不過是這3塊裡面最像真品的那一個而已，並非真正的古玉。他怎麼去上面了？他想幹什麼？我的天，他竟然把玉盤砸了，這是幹什麼？楊明，你竟敢在孟家的場子鬧事兒！保安呢？把他趕出去！哼，惱羞成怒了吧？找不到真品就砸道具，真是沒教養的東西！明明沒本事還要裝，還衝動，他果然還是那個只會煮飯燒菜的廢物赘婿。大家看，這玉盤的包漿是人工偽造的，紋路看似流暢，實則僵硬死板，沒有古玉的溫潤感，邊緣還有現代打磨的細微痕跡，這就是一件高仿品。對啊，這麼一看，這包漿確實不對勁兒，太刻意了，好像在刻意模仿古代的技法。而且這玉裡的雜質這麼多，古人怎麼玉盤擺件？怎麼可能用這麼低檔的玉石？嘿，這麼說，天眼大師又打眼了？我靠，這年輕人！沒錯，這次的3件古玉，實際上全部都是仿品。讓我們再次恭喜楊先生獲得了本輪的勝利。不可能！沒什麼不可能，事實就擺在你的眼前。連勝2輪，這個新人不會要獲得冠軍了吧？不可能，絕對不可能！天眼大師鑑寶幾10年，怎麼會連續走眼2次？你一定是作弊了！你肯定提前知道玉盤是假的，故意設計陷害天眼大師。他到底是誰？這根本不是我認識的那個只會燒飯的廢物。他怎麼會有這麼厲害的鑑寶能力？怎麼樣，秦小姐，後悔了吧？當初你嫌他沒用，把他趕出秦家，現在看到他這麼厲害，是不是腸子都悔青了？可惜啊，現在說什麼都晚了。這年輕人也太厲害了吧！年紀輕輕就碾壓了天眼大師，到底是什麼來頭？我聽說了，他是蔣家特意聘請的榮耀長眼顧問。蔣家在玉石界的地位大家都知道，這個人不簡單啊！秦家也做珠寶玉石的生意，把這樣的人才趕出家門，瘋了吧？怪不得孟小姐剛才在外面說她一定能奪冠，原來是早有預料。看來孟小姐也早就知道她的實力。那是自然，我們家楊明可比某些只會仗着家裡有錢眼高手聽的廢物強多了。我不服，這2次都是我大意了，一時疏忽，才被你鑽了空子。主持人，趕快開始第3輪。我一定要讓你知道，我天眼才是玉石鑑寶界真正的權威。對，再來一次，我就不信你能一直運氣好。肯定是你耍了什麼手段。那我們現在立刻進行最後1輪比試。台上將擺放10塊玉石，2位選手各選1塊，價高者獲勝。選手可近距離觀察玉石，若所選玉石價值超過對手10倍，可直接獲得本輪勝利。太好了，近距離觀察才是我真正展示實力的時候。看你的年紀，見過的玉石恐怕還沒有我摸過的多。這次我一定要贏。雖然你經驗豐富，可是我有外掛，在我的鑑寶眼下，你的肉眼怎麼可能贏？找到了。
這一輪難度更大，不僅要看玉石的原料好壞，還要看雕工的精湛程度，甚至还要判断玉石的年代，太考验鉴宝能力了。我还是更看好天眼大师，他鉴宝几十年，近距离观察肯定能准确判断玉石的价值。这杨明，毕竟还是年轻啊。怎么不敢上前查看？是不是怕了？前面还能碰运气，到了真正考验能力的时候，就不敢说话了。倚老卖老，某些大师可是连输了2輪了，好意思嘲讽我们家杨明？我只是刚才远了看不清，老眼昏花而已。近距离观察，我绝不会再输。这一輪，我一定会让你輸得心服口服。你的經驗在我眼中根本就毫無意義。這次我讓你先選，不管你選什麼，我都能贏你，讓你輸得口服心服。天眼早就看過這尊玉佛，卻搖頭放下了。看來是沒看出來啊。不知天高地厚。好，我先選。這次我要是再輸，就跪下給你磕頭拜師。那你準備好拜師禮吧。這尊玉盤雕工精湛，紋路清晰，材質是上等的和田玉，溫潤細膩，沒有一絲瑕疵，就是場上最貴的，錯不了。我肯定沒選錯。天眼大師所選玉盤的確是真品，價值3000萬元。3000萬！楊明，你看看剩下的這些雜玉加在一起，也不值3000萬。我選的就是這尊玉佛。啊！這個石之墨，還是太年輕。我告訴你，那是塊漢白玉，現在叫大理石。玉佛雕工普通甚至粗糙，還是漢白玉，那玩意兒能值幾個錢？可惜了，這楊明前面連勝2場已經很不錯了，這下恐怕要讓天眼大師直接獲勝了。就這大理石玉佛能值1000塊就不錯了，還想贏我這3000萬的玉盤，簡直是天方夜譚。你們懂什麼？這尊漢白玉佛乃是皇室雕工，雕工古樸是因為當時的工具受限，而且這個佛像是早期形象，說明距今非常遙遠，恐怕全國也找不出第2尊這樣的玉佛。真是可笑，楊明。等主持人宣布你這玉佛價值的時候，你可站穩了，別腿軟倒在地上。各位，這玉佛是我們董事長的私人收藏，據說很有可能是國內歷史上第1尊玉質佛像，拍賣價是3億元。怎麼可能？3億？怎麼可能？讓我們恭喜楊先生獲得本次玉石大賽的冠軍。第3輪比試，楊明先生所選玉石價值3億元，遠超天眼大師的3000萬元，超過10倍之多。楊明先生獲勝！恭喜楊明先生奪得本屆玉石大賽冠軍，獲得的獎金5000萬。楊明，你太厲害了！楊明。我從來不知道你還懂玉石，為什麼你以前不說？有什麼必要說嗎？你能不能回家一趟？我想，我們當時離婚也許有點急了，我們可能需要聊一下。不必了，秦言，秦家不是我家，我们之間也沒有什麼好聊的。楊明，你變得好陌生，你以前不是這樣的，你太絕情了。我在秦家這些年，勤勤懇懇照顧你和李放，得到的結果是什麼？我絕情，恐怕還是不如你吧。秦小姐，
別在這丟人現眼了。某些人當初自己眼瞎，跟楊明離婚，選了那個二世祖周澤，現在後悔可來不及了。我和周澤沒關係。你這個廢物！我花了這麼多錢請你過來，讓你幫我打壓楊明，你竟然連輸3場！不僅沒幫到我，還害我丟盡了臉面，讓我在众人面前抬不起頭。你對得起我給你的酬劳嗎？少跟我吼！你可没告訴我对手是这種变態。我告訴你，輸了是我技不如人，但是你當初答應我的酬勞，1分都不能少，否則你們周家以後一個長眼師傅也請不到。杨先生，我服了，年紀輕輕就有這般高超的鑑寶能力，比我這老頭子厲害100倍1000倍。求您收我為徒吧，我一定好好學，鞍前馬後伺候您。天眼這個廢物，竟然真的給楊明磕頭拜師！抱歉，不收徒。杨先生，求您再考慮考慮。我願意放棄我在玉石界的所有名聲，放棄我所有的一切，一心跟着您學鑑寶。不管您讓我做什麼，我都願意。您就收下我吧，我真的很想跟着您學習。你煩不煩啊？我家楊明都说不收徒了，你還在這糾纏不休，死皮賴臉的，趕緊滾，別影響我們。再不走，我就對你不客氣了。這個秦岩放着楊明這樣的人不要，竟然跟他離婚，還選了周澤那種沒用的廢物。看來他的眼光是真差。孟小姐，杨先生，恭喜你獲得冠軍。杨先生，上次我邀請你加入孟家，您還沒有給我答復。孟家願意滿足你的一切要求，甚至我也可以哦。多謝孟小姐厚愛，但我已經決定了，要自己創建事業，不想依附任何家族。我明白，我不強求你，只是我看您對玉石和古玩方面都這麼有研究，能不能幫一個忙？當然沒問題，只要我能做到。太好了，那楊先生，你跟我回家一趟吧。這小子不會是孟小姐帶來搶生意的同行吧？楊先生，這是我父親，他最近得了怪病，好好的人變成了啞巴。醫院查不出原因，我爸就找了風水師來，想看看是不是家裡風水出了問題。但我總感覺你也許能幫上忙。孟小姐，你怎麼帶外人來？我看風水最忌外人打擾，這會影響氣場。抱歉，大師，我只是感覺楊先生能幫上我的忙。怪病，醫院查不出來，可能真的有點別的原因。可我這鑑寶眼也不會看風水啊。對了，要是物品有什麼問題的話，是不是能看出來？有了，既然孟小姐有了更好的人選，那我還是走吧。大師，抱歉，他是我朋友楊明，只是來幫忙的，真的沒有別的意思。我看風水最忌外人打擾，你這是不信我？我沒有不信您，只是……哼，我已經查出來了，你家西北方位缺角，氣場紊亂，只要調整風水布局，
3年內，孟先生必能開口說話。那個花瓶黑氣纏身，還有很重的怨氣，恐怕孟先生的病和那個花瓶有關。古玩圈是不是經常有這種事？問題不在風水，在那個花瓶。原本我還想幫孟先生解決的，既然這位楊先生能解決，那就交給他好了。孟先生，您看，我好心帮您，孟小姐却带着外人来影響我，这事儿就讓他來解決吧。爸，您別生氣，楊先生不是外人，我相信他的眼光。他既然說問題在花瓶，就一定有道理。哼，我縱橫江湖多年，我都沒看出這個花瓶的問題，他一個毛頭小子就敢斷言？我告訴你，這個花瓶不僅沒問題，反而還是風水布陣的核心吉祥之物。胡說八道！要是沒有這個花瓶鎮住房子的氣息，孟總的病只會更嚴重。我看你小子是居心叵測啊！我相信楊明。孟小姐竟然這麼信任我。剛才我看孟總的喉嚨也有黑氣，恐怕和這個花瓶是一體的。賭了。孟小姐，多謝信任。你果然心懷不軌！你看，砸了花瓶，孟先生的病加重了。你什麼意思？難道我會害我爸嗎？孟小姐當然不會害孟總，但是誰敢保證不是這個男人騙了你呢？至少他讓孟總吐血是事實吧？孟總，還是將這人趕出去吧。孟先生，這花瓶上有一股黑氣纏繞，恐怕就是傳說中的怨氣。很多古玩收藏家都遇見過這種情況，您的病一定是這個花瓶導致的。一派胡言！孟總，我可是給您看了這麼多年風水，難道你相信他，不相信我嗎？來人，把他給我丟出去！爸，等一下。等什麼？他就……你能開口說話了。花瓶裡的黑氣侵占了孟總的肺腑，花瓶摔碎，黑氣消失，再將淤血吐出來，自然就能說話。楊明，真是太謝謝你了。你就是那個從不走眼，還戰勝了天眼的楊明，英雄出少年啊！你也別叫孟總了，就叫我孟伯父好了。好的，孟伯父。大師，我沒記錯的話，這個花瓶是你送給我的吧？孟先生饒命啊！都是周家給我錢讓我把他帶下去，撬開他的嘴。楊明，你有什麼想要的？只要我們孟家有，都可以拿來報答你。不用了，伯父，我和孟小姐是朋友，朋友之間互相幫助而已。既然您沒什麼事兒，我就先走了。楊明，改天我再登門感謝你。真是不錯的年輕人，青蕊啊，這麼優秀的年輕人不多見啊！你想想辦法，這種人才有資格做我孟家女婿。爸，你這個廢物，花了這麼多錢請天眼大師，你竟然連一個楊明都搞不定，還讓天眼大師給楊明磕頭拜師，丟盡了周家的臉面。爸，我錯了。可是楊明那個小子太變態了，他的鑑寶能力根本不是天眼大師能比的。玉石大賽上，他連贏3場，還開出了3億元的玉佛。廢物，只會找借口。楊明再厲害，也只是一個乾冒頭的小子，你連一個小子都搞不定，以後怎麼接手周家的產業？爸，我知道錯了，您再給我一次機會。別只會硬碰硬，動點腦子。楊明，你給我等着，這次我一定要讓你一無所有。楊明，現在我自己的公司都不開了，來給你當秘書，還幫你把原石店打理得井井有條的，你說你該怎麼報答我？
那我是不是只有以身相许了？喂，怎么了？杨总，不好了，店里有人闹事。我马上就到。大家快来看啊！黑心老板杨明卖假原石给我，这原石根本就是用工业胶水粘贴的，里面全是破石头。我花了10万塊買的原石，切開全是假貨，這是要逼死我呀！楊明可是玉石大賽的冠軍，怎麼會賣假原石？人為財死，鳥為食亡，說不定他就是想賺黑心錢。說我店賣假原石，有什麼證據？證據，這原石就是證據。大家看，這切面明顯就是用膠水粘起來的，根本沒有翡翠，全是廢石頭。哼，楊明，你這個廢物，別想翻身！今天我就要讓你身敗名裂。周澤和李芳，前世就是他們倆害死我，我還沒來得及完全報仇，現在他們竟然還不死心，追着害我。楊明，沒想到你竟然是這種人，賣假原石騙錢，真是丟盡了玉石界的臉。周澤派你來的吧？我不認識什麼周澤，我就是一個普通顧客，被你騙了。周澤、李芳，別裝了，這一切都是你們搞的鬼，你以為我不知道嗎？楊明，你可別血口噴人，我只是看不慣你騙錢。就是，還怪周少！各位，我可是楊明以前的岳母。這個廢物不學無術，才被我們楊家趕出家門。你看看，現在還是只會這些邪門歪道。哼，你既然有收據，不妨給我看看，我確定一下，到底是不是我店裡的收據。這就是收據，上面還有你們店的公章，你休想抵賴。楊總，這確實是我們店的收據，公章也是真的，而且日期就是昨天。大家看到了吧？收據都有，楊明還有什麼話好說？他就是賣假原石騙錢，必須賠償損失。關門，滾出玉石界！对啊，收據都有了，肯定是真的。楊明，滾蛋吧！对，沒想到玉石大賽的冠軍也會騙錢，太讓人失望了。滾出玉石界！滾！果然，這原石是用工業膠水粘貼的，而且這膠水是周家特有的珠寶專用膠水，只有周家的珠寶加工廠才會用。你想幹什麼？你還想毀滅證據嗎？大家看。這原石確實是用膠水粘貼的，但這膠水並不是普通的工業膠水，而是周家特有的珠寶專用膠水。周家胡說八道！我是不是胡說？大家一看就知道，這種膠水是周家特有的，市面上根本買不到。確實，這膠水沒見過。而且這原石的粘貼痕跡很粗糙，明顯是臨時拼湊起來的，根本不是我們店裡篩選出來的，一定是有人故意偽造。來污蔑我！偽造！你別血口噴人，這就是在你店裡買的，跟周家沒關係。沒關係？那你包裡的東西，敢拿出來給大家看看嗎？你幹什麼？把包還給我！幹什麼？當然是拿出證據，讓大家看看你到底是誰指使的。大家看，周氏集團的支票足足10萬元，這就是周澤指使張天污蔑我，想搞垮我的店。原來是這樣，原來是這樣！我說楊明怎麼會賣這麼低級的假原石？原來是污蔑！太過分了！輸了玉石大賽，就用這種下三濫的手段污蔑別人，周家也太沒底線了！沒錯，太不要臉了！還有這個前岳母，太不是人了！不是這樣的，這是偽造的，是楊明偽造的證據，想嫁禍給我。就是，跟我沒關係啊！我錯了，我是被周澤和李芳指使，他們給了我5萬塊，讓我拿着假原石來這裡鬧事。這原石是他給我的，收據也是他偽造的。我對不起楊先生，我錯了。想跑？晚了，我已經報警，執法人員馬上就到。不好了，周家被查了，因為惡性商業競爭和造假。現在執法人员已經到公司了，趕緊跑路，別被抓住了！快跑！站住，不许跑！楊明，
都怪你！你这个废物，凭什么能赢我？不关我的事啊，是周泽。周泽说这次一定可以搞垮他的。闭嘴，老实点，有什么话回执法局说去吧。自尊不可活。近日，玉石界新秀杨明凭借高超的鉴宝能力夺得梦氏举办的顶级玉石大赛冠军，随后揭穿周家恶性商业竞争、伪造假原石、污蔑同行的阴谋，周家已被依法查处。杨氏集团今日正式开业，涵蓋玉石、重生一场，房地产等多个还有鉴宝眼这个外挂，终于让我摆脱过去的屈辱，活出了自己的样子，也让周泽这个前世杀害我的凶手付出了代價。杨明，你帮帮我吧！周家被查处，和秦氏的合作全部停止了，秦氏已经要破产了。我妈据说帮助周家洗钱，也还在执法局接受調查。那又關我什麼事？楊明，一日夫妻百日恩，你真的這麼絕情嗎？只要你肯幫我，秦氏就能東山再起。以前是我有眼無珠，現在我真的知道錯了。楊明，我們復婚吧。當初在秦家，我以為只要我足夠努力，足夠聽話，總能換來你一句真心的對待。結果呢？當初你們把我趕出秦家，那種決絕，那種冷漠，我到現在都還記得清清楚楚。至於李芳，她也是罪有應得。如今不報復你，已經是我最後的仁慈了。重生讓我明白了，一個男人變強和愛自己才是最重要的。如今我要做的，就是迎接我新的人生。